国中、高中都不行啊。真的吗？对啊。还是因为你年纪比我大，你比我老？哦，有可能。안녕，生活一米哒。哎呦，米露一米哒。今天呢，我跟米露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就是那些年学校的奇怪规矩。然后我跟米露呢念的学校是不一样的，因为她年纪比我大。当然不一样。而且我们念不同县市。然后台北市的。我是念台南市的，你是国立吧？台北市立。那市立就是国立啊。玉成高中。我是念私立，我是念台南私立长荣中学。学校特色就是它是新的学校，然后在南港，我去的时候它是第4届，所以蛮新的。好新哦。对，所以校风比较没有规矩那么多了。我们学校是全台湾第一所中学，123年，所以我们规矩超多。但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妹超多。哦，我们学校特色也是妹超多，因为就是我们学校就是那种其他学校的男生都会就是想要把我们学校的女生，因为我们学校真的超正。因为我们学校女生就是很会化妆，但听说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正。之前有看 PTT 他们在讨论，然后下面推文就说哦，玉成的妹现在没有那么正。那时候不是很多那什么我爱黑社会什么嘛，然后我们学校就很多啊。我们班同学有一个。真的假的？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学姐，她是去参加我猜的那个什么美女那个。你知道吗？哦，我知道。我猜有一个什么美女的特辑。我们班以前有个黑社会妹妹，然后她就那个下课在教室后面练才艺。他们以前不是每一集都要才艺 PK， 她在那边练扯铃。哎，会不会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节目，然后其实就是年轻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对，好，哎，我们扯太远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学校的一些奇怪的规矩。只能吃学校的中餐，就是不能够外订。可是爸爸妈妈带来的饭可以，但是就是绝对不能够外订学校正对面的饭啊、菜那一些的。这个大家都一样啊。真的吗？对啊。因为其他学校就可以，但我们学校就不行。然后就是如果只要有人外订，教官就会哔哔，然后就会说什么哎不行。我国中、高中都不行啊。真的吗？对啊。还是因为你年纪比我大，你比我老？哦，有可能。那个学校就是怕什么，你吃坏肚子啊，对，处理起来麻烦。就是因为学校越说不行，所以我们就越爱外订。我们有一个超奇怪，但我觉得很好吃。好。羊肉干面。哦，好像很好吃哎。可是我们学校到后面就开始有进驻莱尔富嘞，你们那时候有吗？没有啊，学校里面没有便利商店。台北市国高中学校里面应该都没有吧？大学才有。还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当年我要毕业的那一年才有莱尔富。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就是不能，我们学校也不行啊。对啊，这蛮正常的，但是后来就可以了。可是我记得一般的国立高中其实都可以染哎。哦，是哦。特别是因为我们有那种晚自习，然后晚自习下课就是有一个40分钟很长的下课时间，然后只要男生女生单独的站在走廊聊天的话，教官就会过来哔哔。走廊哎。对啊，不行。为什么大家讨论功课不行？没有，他觉得你不在讨论功课，他觉得你就是在约会，就是趁那个谁在约会，所以他就叫你就是要离开，或者是就把你直接带去训导处。那你们就分开就好了，分栋就好了。对啊，所以大家都分栋，但就是教官就会骑脚踏车去抓。哇，好青春啊！对啊，校园剧的感觉。对啊。穿制服的时候只能穿黑色或白色的皮鞋去上课，然后那时候就很 gay 掰。怎样？我就去买那个 Adidas Original 的全白跟全黑的鞋。可那不是皮鞋吗？那是运动鞋，但是是皮的。然后我高中3年都穿那个。啊，可以哦。可以啊。那你过？我还买一双白的，一双黑的。但是那时候我坚持不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坏学生。没有，我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到高3之后，我去参加学校外面的补习班，所以我整整就是有1学期我都没有去。然后呢，因为他强迫你要晚自习，所以他就强迫你要缴钱啊。然后呢，那1学期的钱我妈就都不缴，训导处的主任就很不爽，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你不缴，然后你还带头叫你们班同学跟你一起去补习，然后跟着一起不缴，所以我们班有3个人都没有缴钱。然后呢，他就把我们叫到训导处，然后那一天就被他骂完之后，不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家长打电话给校长吧，所以后来校长就没有让我们3个缴钱。然后后来就是放榜那一天，老师就走去训导主任的那个桌子前面，因为老师跟他们是同一个办公室，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班王丽英。只能默默就是好吧，接受我就是没有要缴钱，就是不想缴钱。对，好的坏学生，我以前好像干过这种事情。
什么事？就是去补习班，然后那补习班老师就反正就很鸡掰，就对了，就是少几分就要打手心那种。好居歪哦。然后反正他就是喜欢那种先凶你，然后后面装好人那种。然后有一次我就那个就是数学考得不错这样，然后他就说叫我把那个考卷给他，然后去那个影印什么贴外面什么，我就走下前面把考卷撕掉，然后我就不去那间补习了。然后呢，那时候很多的同学就会不想扎，因为扎进去就很丑，所以呢，我们大家就会在那个衣服的下面穿鞋带，然后绑起来。好潮、哦！然后就这样翻过来，就会变超好看的。所以大家那时候就是教官，只要看到你就是衣服就有点奇怪，他就会说撑进去哦。没有，就是用穿的衣服的最下面不是会有一个这种那个吗？对，然后就把它穿进去，然后教官就会说：“啊，你给我过来，衣服给我翻起来。”对，他就这样子，鞋带给我拔掉。所以就是教官的桌上，那时候就收集了超多各种颜色的鞋带。我记得我们班老师很严，然后就是全部整个年级都不用把制服扎进去，就我们班老师要我们把衣服扎进去。好讨厌哦！我们班走在走廊上，每个人都跟智障。我知道要扎进去，真的是很你知道我们一个年级几个班吗？28个班，只有我们班要扎。哎，你们28个班是28个班国中吗？一个年级28个班。国中的时候，好多哦。对。哎，那你们真的是在那种就是学校就是学生很盛行的时候。对啊。的那个时代。对啊。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班了，我们那时候只有18班而已，18班还算多。没有，我们有29班，29班是音乐班。啊，对，我们第19班也是音乐班，但是我听说现在都已经不到10班了。然后我们老师以前就是国一的时候就很喜欢留大家听他讲话，品德训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蛮不爽的，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去打那个篮球队，我们要训练。哇！比方说4点下课5点训练，然后他就讲到5点半不让我们走，然后他就会点我们说怎么样？现在要去练习，很拽是不是？这样是很讨厌。对啊，我想说我又不是要去什么去打电动干嘛的，就是练习时间就是这样子。然后嘞？然后他就会酸完，然后就让我们去这样。全校都只能够穿白色的布鞋，不能穿其他颜色，上面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颜色，包含鞋带也不可以有别的颜色，上面不可以有其他图案。你那个艾迪达3条线，它勉强让你过。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过，我人生买的第一双艾迪达是买旁边是金色的，因为金色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亮。如果是买那种红色的，你可以买全白的，跟我一样啊。我那时候不流行全白，我那时候因为你知道就已经要穿全白的了，学生就会不想要真的就是全白，他就想要旁边有一点奇怪的颜色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还规定要穿长袜，你就算今天穿艾迪达，你还是要穿长袜，而且穿的长袜是那种刚好到脚踝的，不是那种就是露出一点点，你一定要超过你那个脚踝的那个骨头。我们学校也不能穿短袜，我记得。对，那时候就不能穿短袜。然后大家都进校门前就在那边把它往上拉，对，拉高一点。幸好我们的运动裤是长裤。但是你知道运动裤，因为有些人就是会开始慢慢长高嘛，运动裤就会开始慢慢变短。然后有时候如果就是趴着睡觉的时候，然后运动裤就是有点撩起来，然后那边就会结一块袜子，其实蛮好笑的。对啊，很丑，很丑，真的很丑，就是这种规定。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因为不能够穿短袜，一定要穿就是超过脚踝，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非常的盛行，大家要去买那个黑人头的长袜，就是真的是那种到小对 Target 长袜，然后连那个男生的那个4角裤都要买 Target 的，就是全身都是 Target 这样子。那个很怂哎。现在觉得很怂，当初很红哎。以前会管指甲，但是我以前就说教官我是吉他社的，我要留指甲，我要弹吉他，对，然后我就过了。其实你知道，有时候你就是你跟教官比较好，教官就会对你很宽容。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当过班长，然后就跟教官比较好，对。对，教官每次教官也是，就是我记得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什么高1、高2啊，就是升了一个年级到新班级，然后开学要检查什么服仪，然后我明明就染一点头发，就跟现在差不多，就是淡淡的，然后教官就没事。然后旁边的同学就傻眼。大家有没有这些就是可能以前在念国高中的时候有这些奇怪规定？欢迎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们说。我觉得现在搞不好都已经变了一套了。对但是其实我们还蛮好奇现在的国高中生有吧？
有教官吧？但我很好奇，现在国高中生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规定？也欢迎你们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想知道关于那个智慧型手机的规定。哦，可不可以带去学校？因为我们那时候不行带。对啊，还有什么限制使用时间什么？我们下课10分钟不可以把自己的 iPhone 拿出来，在那边玩手游之类这种。哇，我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下课就拿起来第5人格。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iPhone 啊，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搞不好现在有。好，欢迎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帮这一支影片点个喜欢。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2个 YouTube 频道的人呢，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呢也欢迎 follow 我们2个 Instagram。那就下次影片见吧，安妞。